除了为 Windows 11和 Windows 10操作系统发布了7月份的累积补丁之外，微软本周二还宣布了为解决 CVE 2023-24932漏洞的第二阶段措施。该漏洞被臭名昭著的 Black Lotus 黑莲花病毒利用。Black Lotus 又名黑莲花病毒，是一种劫持 UEFI 的恶意病毒。Black Lotus 被认为是第一个可以绕过 Windows 11安全启动的 UEFI Bootkit 恶意病毒。Black Lotus 还可以禁用 Windows 中的 Defender 或 BitLocker 和 HVCI。在发现该病毒之前， Windows 11下 UEFI Secure Boot 的安全性一直备受好评。要了解 Black Lotus 的危害为什么这么大，就要先了解什么是 UEFI。UEFI 代表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，描述的是主板的固件，属于在引导过程中硬件和软件之间的接口。UEFI 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安全引导 Secure Boot 计算机，主要是为了防止病毒进入设备。这就是为什么绕过这个安全功能如此危险的原因。为了避免 Black Lotus 病毒感染计算机，微软会分3个阶段对该漏洞进行修复。但是该漏洞修复之后，使用旧版的 Windows 启动管理器的电脑会无法启动操作系统，还有使用旧版镜像制作的 U 盘启动器 WinPE 以及一些品牌电脑自带的恢复分区等都会受到影响。可以说波及面非常广。微软于2023年5月9日发布了 KB50258885 更新，该更新是修复 Black Lotus 的第一阶段。更新内容包括增加代码完整性启动策略，将禁止的数字签名数据库 DBX 写入 UEFI， 更新 Windows 启动管理器等。但该更新并不会自动生效，因为旧版的 Windows 启动管理器容易受到病毒攻击。微软通过拉黑 DBX 病毒暂时应对病毒攻击。如果该更新生效，只能启动新版 Windows 启动管理器。以前使用旧版 ISO 制作的 U 盘启动器和 WinPE 可能无法启动。第二阶段则是本周二发布的 Windows 10KB50281666 和 Windows 11KB502885更新补丁。更新完成之后依旧没有任何变化，但相较于第一阶段更新，简化了手动生效的方法。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， 并输入屏幕上显示的命令。重新启动计算机，启动成功之后，尽量在10分钟之后再重新启动一次。如何确认是否启用成功呢？按键盘快捷键 Windows+2 打开运行窗口，输入 Inventor 并按回车键。如果存在事件 ID 1035和276，则表示已生效。第3阶段预计将在2024年第1季度强制执行，届时无需手动操作，将会自动完成修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届时使用旧版的 Windows 启动管理器的电脑会无法启动操作系统，还有使用旧版镜像制作的 U 盘启动器 WinPE 以及一些品牌电脑自带的恢复分区等都会受到影响。终极措施，大家尽量提前做好准备，避免在使用官方镜像重装系统时遇到问题。当然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只要使用2023年5月9日之后的镜像即可避免该问题。